刺兰生桩在第1年一般处在成活阶段，生长不会很快。到第2年以后，根系发育好，树桩才会进入生长旺盛期。在这个时候，枝条的增粗才会明显加快。不仅是刺兰，大部分树种都有这个特性。刺兰的生长比较慢，但坚持3至4年的蓄养，也能达到基本的过渡。刺兰属不落叶树种，上盆必须剪掉大部分枝条，去掉所有的叶，减少蒸发量，才有可能在根系生长出来之前维系树桩的生成。很多放盆后出现枝干枯萎，基本上就是舍不得或不了解剪掉枝叶的重要性。刺兰是生枝根树种，一般都是一条粗壮直立的根扎入地下。在获取桩材时，最好选带有侧根的，有侧根，种养中容易诱发新根。生桩栽种或上盆要锯掉这条根，这种大接口是很难长出须根来的，留长了会影响上盆的效果。用1:3的沙子土加泥炭土做。种刺兰盆土除了透气性，保水性也一定要好。刺兰与雀梅、火棘有个共同的生长特质，不能干盆。在种养中，盆土基本处于湿润的状态，但不能积水，这一点是刺兰种养中最关键的因素。这个刺兰在培育前已基本按照主干的特点做了一个初步的设计，桩材的培育过程目标明确，要节省不少的时间。栽种刺兰不要一次性将树根露出来，种2年将盆土提高，逐渐露根。这种方法在大部分生长种养中都适用。一是阴转阳根要一个过程，二是在根基上能诱发更多的侧根，提高树桩的成活力。树桩上盆不要单纯的理解为修根换土，上盆是整个造型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一棵有特点的树桩，上盆中重心不稳或角度调整不好，那这个桩的特点或造型利益就很难表达出来。调整好再动手修剪，造型才会逐步接近理想的目标。刺兰的皮很薄，除叶是剪，不是摘掉，摘叶容易损伤芽点。修剪侧枝只留1的芽点。刺兰在成型过程中，主枝及2级枝条的成型主要是续剪与攀杂相结合，对末端的侧枝主要是修剪。刺兰的萌发能力很强，侧枝生长密集，剪一刀出一对芽，因此对侧枝的修剪中要尽量的留短。大多数不落叶树桩的修剪基本与此方法相同。不落叶树桩无法表现寒枝，枝盘成型的外表以树叶整洁为标准，像黄杨、罗汉松。把侧枝剪短，再对出枝调整，主要是调整各枝盘的层次分布，形成树势产生钝感。这个刺兰的树势确定朝这个方向，后围让，前围蹲。像这个枝盘与顶有一争高低之势。按照主枝的出枝方向，一是剪短侧枝，降低这个枝盘的高度。增让是树势形成中的基本关系。简单的理解，增为枝条向前生长，让为枝条向后回缩，一增一让也就形成了树势的钝感。把让方向的枝盘回缩。这里原本有一个向后的出枝，在定型取势时把它裁掉了。刺兰生桩在裁剪中不要一次把它裁到位，刺兰的愈合能力不强，接口容易开裂，稍微留长一点，等干过后再把它锯掉。贴上锡箔纸形成愈合面。刺兰在进行吊蜡中一定要包上布条，避免损伤皮层。刺兰吊蜡或盘杂要等盆土稍干一点再进行。吊蜡改变出枝的角度，调整枝之间的空间。像这样调整一下，这个空间就出来了。枝条形成空间距离，一是修剪，二是吊蜡。距离的大小以枝条层次分明为参考，这很少有个标准，主要是凭个人对树桩的感觉。
像这样留出空间，比例大小协调，增加了整个树桩的透视感。次栏比较类修剪，5至10月份，修剪前10天左右施一次稀薄有机肥，修剪之后1个星期就能发出新芽。次栏对酸性土质要求比较高，缺少酸性易会发黄，严重时产生失枝。在平常的养护管理中出现黄叶，可以用硫酸亚铁喷死叶面，也可以进行灌根。次栏的生长喜潮湿的环境，盆景的摆放尽量的靠近水边。阳台种芽在盆下要放一个沙盘，增加它的湿度。次栏不要进行暴晒，暴晒之后干有可能产生开裂，也很容易造成干粉失枝。次栏对生长环境适应性比较强，适合阳台种养，在北方冬季室内也可以安居乐业。种好它，关键是了解它的属性。我是山泉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